睡前聊历史，每天一个历史故事。今天我们聊的是中国古代最现代化的流动社会。如果你拥有一次穿越回古代中国的机会，你会选择去哪个朝代？很多人受了如今各种古装剧、宫斗剧的影响，第一反应可能是穿越到清朝去体验一把大主宰的感觉，或者穿越到明朝去当个鲜衣怒马的锦衣卫。还有人向往大唐盛世，想要去长安看一看万邦来朝的壮阔景象。但是作为一个现代人，如果你真的带着现在的价值观、生活习惯和对自由的渴望回到古代，我必须非常负责任地告诉你，清朝和明朝绝对不是什么好去处，甚至连看似繁华的大唐也会让你感到处处受限。如果你想要在一个没有现代科技的古代社会里活得最像一个现代人，活得最有尊严，拥有最大程度的阶层流动性和人身自由，那么你最好的选择，也是唯一的选择，就是宋朝。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来硬核扒一扒，为什么说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具现代色彩、社会流动性最强、老百姓活得最自由的时代。这绝对不是在凭空杜撰或者美化历史，而是有着极其扎实的制度、经济和法律依据的。我们将从阶层跃升、人身自由、商业环境、政治氛围以及女性地位这5个最贴近我们生活的维度，为你还原一个真实的宋朝流动社会样貌。看完这期视频，相信你会对中国古代史有一个完全颠覆的认知。我们先来聊聊现代人最关心的一个话题，阶层跃升，也就是跨越阶级的自由。假设你穿越到了唐朝，你可能满腹经纶，想要通过科举考试出人头地，但现实会给你狠狠泼一盆冷水。唐朝虽然有科举，但本质上依然是一个贵族社会。当时社会上最顶流的是门阀士族，比如著名的5姓7望、崔、卢、郑、王这些大姓。在唐朝，如果你出身寒微，想要考中进士，简直比登天还难。因为唐朝的科举不实行胡名制，考官不仅看你的卷子，还要看你的出身、名气和达官贵人的推荐信。当时流行一种风气叫行卷，就是考生在考试前把自己平时写的诗文呈送给达官贵人，求他们赏识。如果你是个连长安城的达官贵人府门朝哪开都不知道的穷小子，就算你文章写得再好，也极有可能落榜。但如果你穿越到了宋朝，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平民社会，也是科举制度彻底成熟、走向公平的时代。宋朝建立后，为了彻底终结唐末5代武将跋扈、军阀割据的局面，确立了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为了选拔大量的文官来治理国家，宋朝大幅度扩大了科举的录取名额。更重要的是，宋朝在制度上确立了绝对的公平。宋朝的科举发明了2个影响深远的制度，一个是胡名，也就是把考生的名字、籍贯等信息全部封贴起来，考官阅卷时根本不知道这份卷子是谁写的；另一个是誊录，因为怕考官认出考生的笔迹，宋朝专门雇佣了一批书吏，把所有考生的卷子用红笔重新抄写一遍，考官只能看抄写版的副本进行评阅。这套制度一出来，彻底切断了考官和考生之间暗箱操作的可能。无论是达官贵人的公子，还是偏远山区的农家子弟，在考场上全部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这就造就了宋朝极其恐怖的社会流动性。当时的社会上流传着一首非常有名的神童诗：朝为田舍郎，目登天子堂，将乡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这在宋朝绝对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真真实实的社会现象。根据南宋保佑4年登科录的记载，在那一年的科举考试中，一共录取了601名进士，其中有417人是从来没有做过官的平民家庭出身，比例高达 69%。像我们熟知的范仲淹、欧阳修，全都是出身寒门，甚至幼年丧父，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但就是凭着科举一路做到了国家的宰相。可以说，宋朝为底层平民提供了一条最宽阔、最公平的上升通道。只要你肯读书，你就有机会改变命运。这种阶层流动的自由，在明清2代虽然也存在，但在规模、精神风貌和对士大夫的尊崇程度上，都远远不及宋朝。说完了阶层流动的自由，我们再来看看更基础的自由，
人身自由和迁徙自由。这就不得不对比一下让人窒息的明朝和清朝了。如果你穿越到明朝，你遇到最大的问题可能不是考不上状元，而是你连村口都出不去。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为了方便管理，把全国老百姓牢牢地绑在了土地和职业上。明朝实行极其严格的户籍制度，把人分为民户、军户、匠户、造户等等。你是打铁的，你儿子、孙子世世代代都得打铁；你是当兵的，你们家祖祖辈辈都得去军营吃苦，这叫子承父业，绝对不允许更改。更可怕的是，朱元璋规定，老百姓如果想要离开自己户籍所在地100里之外，必须去官府申请路引，也就是通行证。如果没有路引而在外地被抓住，轻则打板子，重则直接充军，甚至处死。这在本质上就是把人当成了国家的工具，毫无个人选择可言。而到了清朝，虽然雍正皇帝实行了摊丁入亩，废除了人头税，老百姓的迁徙稍微宽松了一些，但清朝实行的是更为严酷的保甲制度和剃发易服，老百姓在精神和身体上都受到了极大的奴役。但是在宋朝，你完全不需要担心这些。宋朝经历了一场静悄悄的社会革命，历史学家称之为契约化社会。在宋代以前的朝代，大量没有土地的农民依附于地主，被称为部曲或者客女，他们属于贱民，是地主的私有财产，地主可以买卖甚至杀害他们。但宋朝政府在法律上废除了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宋朝的户籍制度非常务实，按有没有土地把老百姓分为主户和客户。主户就是自己有土地交税的人，客户就是没有土地租种别人土地的佃户。最关键的是，宋朝法律明确规定，地主和佃户之间是纯粹的经济契约关系。宋朝有一条著名的法律叫退客制法，规定佃户如果在租期满了之后想要离开，地主不仅不能阻拦，还要发给他们凭证，允许他们自由迁徙。用当时的话说，叫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如果你在村里租地主老财的地，觉得受了委屈，或者觉得这块的收成不好，你完全可以拍拍屁股走人，去隔壁村租另一家的地，或者干脆进城打工做小买卖。宋朝的户籍是流动的，你只要在一个地方定居买房，官府就会顺理成章地把你登记为当地的居民。这种人身和职业选择的自由度，可以说远远超越了他之前和之后的任何一个封建王朝，甚至已经具备了近代自由市场的雏形。既然提到了进城打工做买卖，我们就必须来聊聊宋朝的第3个自由——商业自由与城市生活。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即使你是个学渣，考不上科举，在宋朝你依然能活得非常滋润的原因。如果在唐朝，城市的商业氛围是非常压抑的。大唐的首都长安虽然宏伟，但它是一个典型的军事化封闭城市。整个城市被划分为一个个方块状的方四周有高高的围墙。买卖东西只能去指定的东市和西市，而且有严格的时间限制，中午开门，日落关门。到了晚上，长安城实行严格的宵禁，街道上会有士兵巡逻，如果你敢大半夜在街上溜达，这叫犯夜，抓住就是一顿毒打。这种环境哪里有一点现代都市的影子？但是当你穿越到北宋的首都东京汴梁，也就是今天的开封，你会有一种极其强烈的穿越回现代的错觉。宋朝彻底打破了方式制度的围墙，城市变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开放空间。店铺可以随便开在临街的任何地方，这就是历史书上经常提到的亲街现象。更让人兴奋的是，宋朝取消了宵禁，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繁华的夜市。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画面，夜晚的汴梁城灯火通明，街道两旁全都是酒楼、茶坊、勾栏瓦舍。你可以去潘楼街夜市吃个夜宵，菜单上有悬煎羊白肠、低酥水晶块、荔枝糕、各种蜜饯果子，甚至夏天还有加了冰块的冷饮，叫冰雪冷圆子。吃饱喝足了，你可以去瓦舍里看场杂剧，听个说书，或者看艺人表演喷火、吞剑、皮影戏。夜市通常会营业到凌晨3、4点，有些地方的夜市刚刚结束，卖早点的鬼市紧接着就开张了。这就是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录》里真实记载的宋代城市生活。在这个时代，商人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在历朝历代，重农抑商都是基本国策，商人穿衣服不能穿丝绸，出门不能坐马车，子孙不许参加科举。但在宋朝，随着商品经济的极度繁荣，国家大量的财政收入来源于商业税，官府对商人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宋代法律规定，商人不仅可以穿丝绸，他们的子弟只要不是正在做买卖的工商杂类，同样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很多朝廷大员自己家里也在投资做生意。宋代甚至还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出现了极其发达的金融汇兑体系、股份制合伙买卖以及商业保险的雏形。如果你有商业头脑，在宋朝你完全可以放开手脚，建立起自己的商业帝国，而不用像在明清时期那样，时刻担心官府的盘剥，或者被随意安上一个罪名，抄家灭门。说完了经济和生活，我们再来看看精神层面。一个人想要活得有尊严，除了吃饱穿暖，更需要有表达自己思想的自由。这就涉及到了宋朝的第4个维度，言论自由与宽松的政治环境。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对于知识分子和朝廷官员来说，最黑暗、最恐怖的时代莫过于明清两朝。明朝有臭名昭著的廷杖制度，皇帝一不高兴就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把朝廷命官扒下裤子用棍子打屁股。很多满腹经纶、一心报国的大臣就这样在朝堂上被活活打死，不仅剥夺了生命，更是剥夺了士大夫最看重的尊严。到了清朝，更是将文字狱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写错一个字，甚至一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诗句，就能招致身首异处、满门抄斩的惨剧。在明清两代当官，与其说是治国理政，不如说是在刀尖上跳舞。文武百官在皇帝面前自称奴才，人格已经被彻底阉割。但是在宋朝，这一切都不存在。宋太祖赵匡胤在建国之初，就在太庙里立下了一块秘密的石碑，其中最核心的一条规矩就是不杀士大夫及尚书言事人。这句话成为了大宋王朝300多年的护身符。宋朝的皇帝和士大夫之间不是主子和奴才的关系，而是合伙人的关系。当时最流行的一句话叫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在宋朝，你完全可以指着皇帝的鼻子指出他的错误。著名的谏臣包拯在向仁宗皇帝进谏的时候，因为情绪激动，唾沫星子都飞到了皇帝的脸上。仁宗皇帝不仅没有生气，反而虚心接受了他的意见，一边用袖子擦脸，一边答应照办。哪怕是在极其残酷的党争中，宋朝的政治斗争也保留了极大的底线。王安石变法时期，朝廷分成了新党和旧党，两派吵得不可开交。苏轼因为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写了几首写实主义的诗歌，发了几句牢骚，结果被新党的官员抓住了把柄，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如果这是发生在明清，苏轼不仅自己要被凌迟处死，连他所有的亲属都要受到牵连。但在宋朝，虽然苏轼在牢里被关了一段时间，但因为太祖不杀士大夫的遗训，加上朝野上下连变法派的人都在为他求情，最后苏轼仅仅是被贬官到了黄州。被贬官之后的苏轼并没有整天担惊受怕，反而寄情山水，在那边游赤壁，写下了千古绝唱的《赤壁赋》，还发明了流传至今的美式东坡肉。宋朝的知识分子拥有极大的言论自由和政治空间，他们不仅可以办书院、讲学，还可以自由地结社、出版书籍。民间的轻易，也就是舆论，甚至能够影响朝廷的决策。如果你是一个喜欢思考、喜欢表达的人，宋朝绝对是你施展才华的黄金时代。在这里，你不需要因为说了一句真话而提心吊胆，也不需要弯下脊梁去迎合权贵。最后，我们要聊一个非常特殊但又极其重要的维度，那就是女性的地位和自由度。如果穿越者是一位女性，去明清两代绝对是地狱级的难度，但如果去宋朝，你会发现情况远比你想象的要好得多。很多人对宋朝有一个刻板印象，认为正是宋朝理学的兴起，特别是程颐程好题出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世界事大之后，中国女性的地位彻底跌入了谷底，被完全禁锢了起来。但实际上，这是一种巨大的历史错位。程朱理学在宋代，尤其是在北宋和南宋的大部分时期，只是一种学术流派，
甚至一度被朝廷打成伪学，它并没有成为控制全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那种极其病态的满大街修造贞节牌坊，疯狂强迫妇女裹成3寸金莲的惨状，是到了明朝中后期以及清朝，理学被皇家彻底异化并强制推行之后才出现的。在真实的宋朝，女性不仅在家庭中拥有相当的话语权，更在经济上拥有前所未有的独立性。宋朝法律非常注重保护女性的财产权，当时社会风气非常看重嫁妆，女方出嫁时，娘家往往会准备极其丰厚的嫁妆，称为连产。关键在于，这笔连产在法律上明确规定，完全属于女性个人的私有财产，即使结了婚，丈夫和婆家也无权动用。如果将来双方离婚，或者丈夫去世，妇女改嫁，女方有权将自己的嫁妆全部带走。不仅如此，宋代法律还规定了女性的继承权。如果一个家庭没有儿子，女儿被称为半子，可以合法的继承父亲的家产。即使有儿子，在某些情况下，未出嫁的女儿也有一份法定的财产份额。这种对女性财产权的法律保护，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有了经济基础，宋代女性在婚姻上的自由度也超乎我们的想象。在宋代，离婚和改嫁虽然不算光彩，但绝对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社会对此有着极强的包容度。大文豪范仲淹的母亲就是在丈夫去世后带着小范仲淹改嫁的。后来范仲淹发达了，不仅没有掩饰这段经历，还专门设立了义庄，用其中的基金来资助家族里的寡妇改嫁。另一位大文豪王安石，他的儿子去世后，儿媳妇年纪轻轻守寡，王安石非但没有要求儿媳妇守节，反而亲自做主，帮儿媳妇挑选了人家，风风光光地把她嫁了出去。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千古第一才女李清照。李清照在晚年遭遇了渣男张汝舟，张汝舟觊觎她手中的文物，婚后对她百般虐待。李清照宁可放弃世俗的名声，宁可在宋代法律控告丈夫需要坐牢2年的严苛规定下，也坚决要去官府状告丈夫，只为求得离婚。最终在亲友的营救下，李清照不仅成功离了婚，而且仅仅关了几天就重获自由。在此后的岁月里，继续她的文学创作，社会主流并没有因此就把她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试问，如果是在把贞洁看得比命还重的明清时代，一个改嫁又离婚的女人还能有这样从容生活的空间吗？所以，当你全面了解了宋朝的这些制度和风气，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宋朝会被无数中外历史学家推崇备至。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这不仅是在肯定宋朝的文学、艺术和科技，更是在肯定那个时代的人文精神。不可否认，宋朝在军事上有着致命的软弱。它没有汉武帝封狼居胥的霸气，也没有唐太宗天可汗的威容。它一直在北方游牧民族的阴影下苦苦支撑，每年还要交着屈辱的岁币。这是它在国防战略上永远无法洗刷的痛点。但是，如果我们不以疆域的大小和武力的强弱来作为衡量一个朝代的唯一标准，而是把目光投向芸芸众生，投向市井街头的每一个普通人，你会发现宋朝是如此的可爱和迷人。在这个朝代，平民百姓可以通过读书改变家族的命运，不用遭受门阀特权的碾压；佃农可以通过契约自由选择雇主，不用一辈子做地主的农奴；商人可以自由地开设店铺，进行全国乃至海外的贸易，不用被死死地锁在土地上；知识分子可以畅所欲言，探讨治国理政的得失，不用担心半夜被锦衣卫敲门；女性也可以握着属于自己的财产，在不幸的婚姻面前勇敢地说不。宋朝虽然没有扩张的雄心，但它却把向内的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做到了极致。它在不经意间打破了中世纪的封建禁锢，让中国社会提前散发出了一种近代化的文明曙光。它孕育了极其繁荣的平民文化，无论是刘永词里10万人家进神仙的钱塘繁华，还是苏轼笔下大江东去浪淘尽的旷达洒脱，本质上都是这个流动、开放、相对自由的社会氛围所结出的硕果。所以，回到我们节目一开始的问题，如果你真的想要穿越，并且想要像一个人一样体面、自由、充满希望地活着，去宋朝吧。
在那里，你可以去汴京的夜市里喝一碗冰雪冷圆子，去瓦舍里听一段风尘女子的琵琶，或者在科举的考场上挥洒你的才华，去真真实实地感受那个中国古代历史上老百姓活得最为鲜活、最为自由的黄金时代。感谢观看本期时光 Gamers。如果你也想拾起这段历史的碎片，请在评论区告诉我。我是每天一个历史故事，我们下期见。